大家好，这里是 Tiny 富的胡说八道，我是 Tiny 富。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硅谷为什么在那里？芯片战争和硅谷秘史。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硅谷在哪里啊，这是一个很显然的知识。那么硅谷在哪里呢？硅谷是全球互联网芯片软件的中心、研发中心，也是全球创新的中心。硅谷在这个加州的北部，在旧金山湾区的南部。其实就是所谓的圣克拉拉谷，Santa Clara Valley 的别称。2017年的时候，我其实去过一次硅谷啊，然后当时我参观了 Google 啊、Facebook 啊、苹果、PayPal、Airbnb 好多公司的总部，还有，当然我还去了这个斯坦福大学，还有斯坦福大学的这个胡佛中心啊。硅谷其实就是在这里，这张地图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个地方就是硅谷。呃这个包括其实这个左边还有一个叫这个三藩啊，可能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叫旧金山。旧金山跟中国人的一个大的联系就是这个地方曾经有金山，所以很多中国劳工被吸引去啊，或者被骗去挖金山。那么后来呢，这个地方出现了硅谷，也有很多中国劳工和印度劳工在里头做程序员啊，去挖新的这个互联网金山。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美国的创新中心在硅谷啊，对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问题。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啊，不是美国所有的顶级互联网公司或者叫 IT 创业公司都在硅谷，对吧？我们知道这个微软的总部和亚马逊的总部在西雅图 （Seattle）。那 Snapchat 的这个总部呢，在洛杉矶，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你知道还有很多。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把就是这个区域叫做硅谷，而不把这个西雅图叫做什么西雅图谷，对吧？或者说这个洛杉矶为什么没有形成一个像硅谷这样的非常庞大的这个 IT 创业呀，或者说技术公司的这么一个风潮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我看来。那么，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我在这个 Twitter 上我就发了这么一个问题，我说啊，中国曾经把中关村等地叫做中国的硅谷，对吧？大家知道美国的硅谷在哪儿，但是你知道为什么美国的硅谷在那里呢？而不是另外的一个地方呢，对吧？其实中国把中关村叫做中国的硅谷，大概有个想法，可能就是说，你看硅谷旁边有斯坦福，或者说斯坦福就是硅谷的其中一个中心。那么这样的创新创业啊，高科技的产业园区，是不是应该跟一个大学在一起呢？所以呢，就把中关村，也就是北大清华旁边这个地儿啊，当然不光是北大清华了，还有好几个大学，这么个地儿叫做中国的硅谷。那这个美国的硅谷是这个逻辑吗？对不对？所以我就问了这么个问题，然后呢，我就得到了很多的答案，很有意思啊。这是其中一个答案。这位同学说，美国硅谷名字之所以有个“硅”字，是因为当地的企业多数是从事加工制造高精度硅的半导体行业和电脑工业。这话是没有错的，所以它叫硅，对不对？叫硅谷。问题是，硅谷这个地方为什么是硅谷呢？难道这个地方是因为挖出了一个硅矿吗？大家知道硅是什么东西吗？硅其实就是沙子呀。我们最常见的，地球上最常见的一个东西叫沙子，或者更纯一点叫石英砂。其实沙漠里的沙子也好，海里头那个沙滩的那个沙子也好，它都是这个东西。它就是二氧化硅啊。二氧化硅是全球最丰富产量的一个东西。所谓的硅啊，硅晶片、单晶硅啊，芯片的这个制造芯片的这个原材料，这个硅沙子其实全世界哪都有。难道只有你硅谷有沙子吗？对不对？为什么不是任意一个海滩就成为硅谷呢？而且我们也没有听说这个三藩啊，或者说这个硅谷旁边的沙滩因为挖沙而怎么样，对不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他是在回答什么是硅谷，他没有解决为什么硅谷在这里的一个问题啊！你现在不要觉得我在问一个无聊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这是我今天所有的故事的一个起点，就是说为什么硅谷在硅谷啊？这么一个看似很无聊的问题。下面我看另一个这个回答，他说我记得是一个大学所在地啊，这当然指的就是斯坦福。当然，其实离硅谷不远还有那个加州理工，这个加州理工的那个叫什么分校来着啊？就是
那个在那里也在这个里，这当然是全美最好的2所学校。问题是，美国有的是好学校啊，哈佛呀，斯坦福啊，这个斯坦福是在硅谷对吧？那哈佛肯定不在对吧？那麻省理工也不在，还有好多美国还有什么？这个普林斯顿也不在硅谷，对不对？所以说这有个什么问题呢？所以这当然就是中国人的理解。你看，美国有个大学所在地搞了个硅谷，那我们有个中关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搞个硅谷呢？对吧？但是中关村是不是硅谷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心里都有个想法。那么在下面有一个回答是这样的，他其实引用了 Wikipedia。那当然，我觉得他这里头这段话是没有问题的，这其实又是硅谷为何得名的问题，对不对？而不是说硅谷为什么在这里的这么个问题。再下来呢，有人就引用了超级牛逼的 ChatGPT， 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啊 ，ChatGPT 他说错了。他在这张图里头啊，他说这个斯坦福的大学在硅谷对吧？然后呢，他说斯坦福的2个学生特曼的2个学生，一个是 William Shockley， 一个是这个罗伯特诺伊斯创建了这个肖克利半导体等等，但是实际上肖克利不是斯坦福毕业的，这就是滑稽了啊！这个故事实际上是编造出来的，所以这个故事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再下来呢，我们聊一聊真正的硅谷为什么在这里的原因。这张图是谁呢？这个人当然就是上一张这个图片里提到的这个 William Shockley。William Shockley 确实是硅谷的来源。那么 William Shockley 是谁呢？ William Shockley 呢是美国著名的一个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学家，他呢是晶体管的发明者啊。William Shockley 约翰巴丁和沃尔特布拉顿这3个人一起发明了晶体管，而且一起在1956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晶体管到底有什么意义？今天我就不太想聊了啊。但是未来我们可能会有时间，专门再去聊聊晶体管、电子管这段发展历程。但是总之，你简单的可以理解成，你今天见到的一切电子产品，其实都是由晶体管构成的。我们说的芯片，无非就是一种集成化的晶体管。我们以前小时候，我们可能看到过这么大的那种2极管、3极管那种。那种真的是一个管状的物体的那个东西呢，今天在芯片里它是一个你肉眼几乎不可见，不是几乎是绝对不可见，因为现在一个晶体管是几纳米的一个尺寸，但是以前呢，可能在手上拿到一个1厘米的尺寸。那这个晶体管的发明呢，基本上就带来了今天所有的电子科技的昌盛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当然实际上这有一个发明的具体历程，就是晶体管集成电路，然后芯片，然后大规模的芯片，包括现在的纳米技术等等等等，我们回头再细说啊。那这个威廉·肖克利呢和他这2位同事呢，在贝尔实验室的时候，威廉·肖克利是一个天才的理论物理学家。实际上晶体管的这个能够起作用的这么一种原理，基本上是他研究出来的。但是呢，他在实验上稍逊一筹啊。他的另2个同事，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约翰巴丁和沃尔特布拉顿，在肖克利主持的一种架构，就是晶体管的这种物理架构失败以后呢，他们率先研究出了另一种物理架构。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专门聊啊，今天就是纯科普，我们就不聊那么细。但是我就说这2位同事呢，更先的做出了晶体管。但是肖克利呢，对自己的这个理论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他认为他们俩虽然更早的做出来了晶体管，但是未来真正能够大规模生产，真正能够有非常大商业价值的晶体管，一定是他自己的架构。所以他又潜心研制了他的架构，就是我们后来都知道的 PN 结晶体管。他这个架构研制出来以后，他跟贝尔实验室的这个冲突就达到了一定的顶峰，他就想自己出去创业了。因为他会觉得你在贝尔实验室里干，出了成果以后，到底怎么申请专利，钱归谁，这些问题他自己都不能得到最好的一个结果，于是他就出去创业。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呢，他就找到了一个朋友叫贝克曼啊。这个贝克曼这个人呢，给他投资，他在贝克曼仪器公司之下就创建了他的这个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
那么这个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在哪里呢？就在硅谷。它为什么在硅谷呢？原因是这样的，其实这个肖克利啊本人就出生在硅谷的这个 Palo Alto，就是现在你知道 Google 啊还有很多公司的总部就在这个 Palo Alto。那么肖克利的母亲呢一直就还居住在 Palo Alto，所以等到肖克利离开了贝尔实验室要创建自己的公司的时候呢，他就把公司放在了 Palo Alto 旁边的山景城，在这儿创建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这就是硅谷的源头，后头我还会讲一些细节。我们先定下一个一锤定音的东西，因为肖克利在这里开了一家公司，所以后来形成了硅谷。后头我们会稍微再讲讲细节啊。那么我给大家看一下肖克利的这么一个进程啊，一个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这是一张基本上是一个全美国的地图啊，没有完全截全啊，美国民族主义者不要骂我啊，不是故意不截全，而是这个屏幕尺寸也就这样了。那么在最右边你可以看到的这个地方，现在叫做诺基亚贝尔实验室，实际上就是最早的贝尔实验室的所在地。这个地儿是哪呢？这个地儿就是新泽西州的联合郡的莫瑞山。那么我们再看左边的中间的这个左边靠下的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就是肖克利的当时的老板或者说投资人的这个贝克曼仪器公司的所在地。这个地方也在加利福尼亚，在加利福尼亚的布雷亚。而左边上边这个就是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的地点，这个地儿在硅谷的山景城。也就是说本来肖克利是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如果他觉得贝尔实验室给了他足够的待遇和足够的利益的话呢，他就不会离开贝尔实验室。那么也许我们就会认为硅谷应该在美国的右边，应该叫东海岸，叫西海岸，我有点不太明白啊，我也不太明白美国的东西海岸，这个应该是右边是东吧，左西右东，对吧？应该是东海岸。这个实际上呢就跑到了加利福尼亚这边。就是你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本来新泽西可以有一个硅谷，但是最后硅谷坐落在加利福尼亚，就因为一个人，肖克利，威廉·肖克利。后头我还会讲这个问题啊。那么威廉·肖克利呢，他是一个天才的这么一个物理学家，他是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家，他是一个天才的这个怎么说呢？天才的 HR， 天才的这个招聘者。威廉·肖克利创建了自己的这家公司以后呢，他就想大做一番。他觉得既然我在物理学上是天赋异禀，对吧？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做一家名垂青史的商业公司呢？但是你听到这个问题，你就会在想，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肖克利公司呢？为什么这个芯片，或者说他当然不是芯片了，他是半导体的发明人，但是芯片实际上是半导体的孙子啊，就是说这个芯片的爷爷的发明人，好像我不是怎么听说过呢？我听说的不是 Intel 啊，不是这个黄老板嘛，对吧？就是这个 NVIDIA， 不是这个 AMD 嘛？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肖克利呢？那么这里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他是一个天才的 HR， 他也是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家，但他是一个非常差劲的公司管理者。这个肖克利老师啊，他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咱们先说他的优点吧。肖克利在创建了这个肖克利半导体以后啊，他在全美国去寻找各种各样的天才的大学生啊，或者是博士生啊，这种天才的年轻人。不管这个人是学什么的，也许他是学理论物理的，也许他是学实验物理的，也许他是学什么的。当然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学电子或者就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芯片和电子和软件的，对吧？就是这样的专业其实还没有当时。但是反正他就是招揽了各式各样的人才。我们从后头的故事可以得知，威廉·肖克利在识别人才方面他是非常非常有天赋的，所以他构建了一家人才济济的肖克利实验室。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差劲的管理者。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他的这个家肖克利半导体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最好的8个员工或者他最好的8个门徒全部离开了他。
这就是这8个门徒。这8个门徒呢，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Traitors 8，就是8个叛徒，8叛徒，这就是肖克利对这8个人的这个称呼。这8个人呢，包括谁呢？包括了几个人名啊，我先念一下名字啊，罗伯特·洛伊斯、戈登·摩尔、茱莉亚斯·布兰克、尤金·克莱尔、金·赫尼尔、赫尔尼、金·赫尔尼、杰·拉斯特、谢尔顿·罗伯茨、维克多·格里尼克，这8个这个天才的年轻人，当时是年轻人啊。这里头可能你已经听到熟悉的名字，后头我再讲。这8个人后来就是整个硅谷最早期的这么一个架构的来源。那这8个人干什么去了呢？他叛出了这个肖克利的这个半导体公司，他干什么去了呢？这8个人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8个人呢，找到了一个叫做谢尔曼费尔柴尔德的这么一位大款或者叫富翁，在他的资助下创建了一家公司，叫仙童半导体。这个仙童啊，我们叫仙童，实际上就是这个谢尔曼费尔柴尔德的这个名字里头的这个 Fairchild，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仙童的这个词的来源，实际上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啊。我们继续就说这个仙童半导体。仙童呢，基本上就发明了大量的这个我们今天知道的集成电路啊、半导体的这种各种技术、芯片的各种技术。当然我今天不是在讲仙童的历史啊，我先简单的预告一下，就是说我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其实来自于我最近在看这个《芯片战争》这本书。我对硅谷本身就有非常长期的兴趣，我自己也去过，刚才讲过，而且我在整个了解硅谷的历史中间得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但是看芯片战争的时候，把很多故事又串起来了，所以我最近可能会做好几期关于硅谷的历史或者叫芯片的历史的这个视频，但是我不是完全的按照芯片战争。芯片战争是一个非常好的书，最后我还会再讲一下这事儿。但是呢，我认为它在某些细节中间可能还比较简单，跟我想要讲的话题没有那么focus， 所以我可能会再去采集很多资料，然后揉成一个整体，做很多期节目。比方说后头可能会讲日本和美国在芯片上的斗争或者说争夺啊，以及当年的日本计算机为什么被美国计算机打败的故事，或者日本的芯片产业后来为什么会沉沦的故事，等等等等，还有好多的故事可以未来去讲。我其实心里头有脉络，但是我觉得我要想做成一个大家听得比较有意思，而且有收获的故事，可能还是需要很多整理，所以不会马上做，会一点点的做。我们继续回来说这个仙童半导体啊，这家公司啊，其实基本上就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这个肖克利半导体奠定了硅谷的最开始的这么一个基础，然后仙童半导体呢奠定了更大的一个基础。然后但是仙童呢，虽然一开始它是一家非常成功非常伟大的公司，但是它中间有一个死结，就是说这家公司呢其实主要的收益权在这个老板，在这个谢尔曼费尔柴尔德身上，而这些8叛徒或者叫八位天才啊，他们得不到公司的股票和公司的分益，他们只能得到一些工资。所以慢慢的，当这家公司越做越大，滚雪球这样增长，就有点像比方说你最早是微软的一个早期员工，等到微软突然上市，比尔盖茨变成首富了，你还是拿此工资。所以慢慢的这些人就开始心理不平衡，因为主要做的工作其实是他们做的，当然资本在中间做了很大的事情，但是真正的解决各种 challenge， 真正的把这个行业推上正轨是他们做的。所以他们后来又离开了仙童创建了很多公司。这些人这8个人成为了硅谷最重要的，可以说是8个支柱。那么我们今天不去详细聊这8个人的每一个人的历史，我们只聊其中一家公司，就是 Intel。Intel 大家都不用说了啊，虽然最近 Intel 的这个光芒被 ARM、被苹果的自制芯片、被黄老板给打得有点不太那么闪亮了，但是从整个的硅谷的历史来看，仙童 Intel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家公司，对吧 ？Intel。那么 Intel 是谁创建的呢？ Intel 是安迪·格鲁夫跟随罗伯特·诺伊斯和高登·摩尔创建的。这个罗伯特·诺伊斯和高登·摩尔，我刚才其实提到过，就是八叛徒的前2位。那么安迪·格鲁夫，你听着是不是也很耳熟呢？安迪·格鲁夫后来长期作为 Intel 的执行长，就是首席执行官CEO。他写过一本书叫《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在中国非常火。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Only the Paranoid Survival， 就是只有这真的是直译啊 ，Paranoid 就是偏执狂，就是疯子啊，就是这种感觉。那么你知道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高登·摩尔，就是摩尔定律的创始人，他预言了说，芯片每18个月。这个尺寸就会降低1半，速度就会快1半，速度就会快1倍，然后价格就会便宜1半啊，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至今啊，摩尔定律，每年都会有人说摩尔定律失效了，但是摩尔定律还没有彻底失效，它一直还在引导着这个行业。整个硅谷的这个思想中间，摩尔定律一直都是非常光芒的一个东西啊。高登·摩尔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安迪·格罗夫之前，他其实也是做CEO 的，他是更早的 CEO。那么我们今天差不多就把这个故事快讲完了，就是说实际上硅谷是怎么来的呢？当然是从芯片来的，因为硅这个词就是芯片。当然今天硅谷并不只有芯片，有芯片公司，有软件公司，有互联网公司，各种各样的创新，甚至包括一些其他的创新公司也喜欢在硅谷，因为硅谷是一个钱最多，投资最积极，然后最有激情、最有创业这种感觉的一个地方。但是硅谷的最初起因是因为一个叫做威廉·肖克利的人，他想创建公司的时候，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希望在他母亲身边创建这家公司，而不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创建这家公司，这就奠定了硅谷的基础。所以就是今天的第3个点，我们想聊的点就是什么呢？顶尖人才的意义。这个是我今天想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中国呢，我们经常会误解什么叫硅谷。其实从刚才的那个问题看，就会发现有很多人会理解成斯坦福。当然，斯坦福是硅谷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实际上，硅谷之所以在这里，就是因为有一个顶尖人才，虽然这个顶尖人才是天才的物理学家、天才的 HR， 但他不是一个天才的管理者。这个威廉·肖克利最后没有从商业上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是他作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作为整个这个半导体或者叫做这个晶体管的发明者，他名垂青史啊。当然他也不缺钱，他也是挣了很多钱，但是他并不是他的这个收入其实没法跟他后来的这些门徒、这些叛徒和 Intel 啊、黄仁勋啊、这个 NVIDIA 这些公司去比，那当然是没法比。但是，他是一个顶尖人才，他想在哪里，决定了硅谷在哪里。甚至可以说，顶尖人才在很多时候是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地区有决定性意义的。头2天，我的一个朋友发了一条这个 Twitter， 他讲就是他讲起来了图灵被逼死的这个故事。我就说图灵被逼死是英国最大的耻辱，是日不落帝国应该衰落的原因之一。你知道，很多人说这个 INISA 不是全球第一台电脑，当然我认为 INISA 就是第一台电脑，因为它是公开的，它是真正付诸使用的，而且它是一个通用架构的电脑，它并不是一个特定使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图灵他是个天才他在这个2战期间，他做的这个西格玛机器应该叫安格玛机器还是西格玛机器，我记不太清名字了。用来解这个西格玛密码的这个机器，它也是天才的 idea， 而且图灵创建的这个图灵机的这个架构或者叫做理论模型是非常天才、非常有远见的。
但是英国为什么没有在计算机发展史上有那么伟大的意义呢？原因很简单，你有图灵这样的人才，图灵是跟 NIC 时期的某些美国的顶尖计算机科学家可以比肩的人才，比方说霍夫曼，对吧？我们有一个，是霍夫曼吗？哦，冯诺依曼，我们有一个冯诺依曼结构，冯诺依曼实际上是计算机体系结构的一个奠基人之一啊。冯诺依曼和图灵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泰山北斗型的人物，但是冯诺依曼在美国成为了技术专家，成为了顶尖科学家，他去领导了这个 NIC 的这个架构设计。但是图灵呢，被英国逼死了。而图灵当时在二战的时候造出来这个解密码的机器，也被英国自己给密封住了。最近呢 ，OpenAI 火了以后 ，OpenAI 的这个工程师和创始人也写了一本书，叫做《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其实我觉得我今天特意要强调推荐一下《芯片战争》这本书。这本书是这个一个外国人写的因为这本书有两本这芯片战争，一本是一个国人写的，我推荐的不是这本我推荐的是这个叫做克里斯米勒写的这本芯片战争。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为什么我们要去看历史？这个历史里到底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吗？在我看来是有非常有意义的东西。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这里，原因就在于这就是体现了真正顶尖人才的价值。我从小的时候，我去学习计算机体系架构的时候，我去学习计算机历史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好像这个计算机的所有的相关技术，半导体、芯片、数字电路、布尔运算逻辑、全加器、半加器、寄存器这个内存等等等等东西，是不是从天上咣一下掉下来的？当你这么去理解问题的时候，你很难深刻的理解它的发展经过和它背后的道理，因为你会以为这是一个计划出来的东西。有一个天才的科学家比方说肖克利，他一步就把全都能想出来了。其实不是，你去看《芯片战争》这本书，你会发现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芯片产业，这中间有无数的合力，无数的看似是不经意的东西，或者是看似是用自发组织的东西，这才是自由经济的魅力，这才是创新的魅力肖克利很牛逼，但贝尔实验室也非常牛逼贝尔实验室有无数的发明，就跟我们未来有可能要讲到计算机的发展史的时候还会讲到的这个施乐一样，他有无数的牛逼的发明。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从施乐里偷学了一下，就各自创建了一个伟大的公司，对吧？但是贝尔实验室没有能力让威廉·肖克利永远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所以贝尔实验室没法把自己变成硅谷。肖克利当然是天才，但他没有能力管理公司，所以他招揽的最牛逼的8个天才跑了，创建了仙童。仙童的投资人真的是非常有智慧，非常聪明，看到这8个青年才俊就敢给他们钱，给他们大钱，让他们去创建一家公司，但是却不能创建一个非常好的激励结构。最后这8个人都离开了仙童，仙童就瓦解了。诺伊斯和这个摩尔以及这个安迪格鲁夫，他们也是天才，他们创建了 Intel， 他们做得非常好。Intel 很长一段时间，当然这中间有很多故事了这个在芯片战争里讲了很多，我今天讲的不会太详细。比方说 Intel 早期造出来最早的这个4004和8008最早的 CPU Intel 最早发明的 DRAM 是 Intel 发明的还是 IBM 发明的，我记不太清了。最早的内存，最早的这种所谓我们叫做动态存储内存，这些东西都是天才的。但是今天为什么一个占有天时地利的 Intel， 曾经跟微软雄霸了整个硅谷的 Intel，
被黄仁勋、被苹果、被 ARM 打得有点满地找牙的感觉。为什么？这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可以被计划出来的东西，这是一个在自由经济下，在自由投资下，在风险投资下，全世界最顶尖的、最聪明的人追逐名利，追逐高额的利润，追逐丰厚的回报，解决人类最复杂的问题，创造出来的科技，创造出来的奇迹。所以 OK， 你当然可以赶超，你当然可以复制，但是我认为创新是不能被复制的。你可以复制创新的一个阶段成果，但你不能复制创新。你不能预先知道别人会创新什么，就像我们知道今天大家都想抄 OpenAI， 都想做自己的 LLM， 可是 OpenAI 做 LLM 不是从今天开始的。ChatGPT 这件事情是从 GPT-3 来的，是从 GPT-2 来的，是从 GPT-1 来的，这么一倒推回去就4-5年了。是从 Google 的 Transform 来的，这么一倒推又很多年了。在 Google 做 Transform 的时候，有几个人连 Google 自己人都不知道可以出现一个 LLM。 在 OpenAI 做 GPT-1 的时候，有多少外界的人能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在威廉·肖克利在硅谷创建第一家公司肖克利这个半导体实验室的时候，有多少人能知道这里会变成硅谷？这才是创新的魅力，这才是创新的价值，让最有天赋最有创造力的人可以在一个最自由的环境下获得资本的认可，快速的创建一家公司，快速的解决人类的问题，从而变成巨富。这我觉得是硅谷的价值。好，我们以后还会继续聊芯片战争以及硅谷历史以及整个的 AI 的历史。其实我们今天聊芯片战争好像跟今天的 LLM 和 ChatGPT 没有关系，完全不是。因为今天我们知道有黄仁勋，有 CUDA， 有这个 NVIDIA 的这种图形显卡，我们才能创造今天的 LLM。 我们也知道苹果最近做的这个芯片带统一内存的芯片，又可以训练 LLM， 也可以用来进行这个推理等等等等。芯片和算法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不是只认为芯片重要啊，但是我觉得《芯片战争》这本书非常重要，所以好，有兴趣欢迎大家去看一下这本书啊，我会在 show note 和评论里头放上《芯片战争》的京东购买链接和亚马逊购买链接，有兴趣大家一定要看看这本书。我未来会做很多期关于芯片战争，或者说关于这个芯片创新硅谷秘史的很多视频，但是我不会完全跟芯片战争讲完全一样的故事，我的侧重点有的地方可能会跟大家不一样。我觉得这些故事可能会对大家有所教益，让我们去理解为什么是硅谷，为什么硅谷在这里。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好，谢谢大家，再见。